食物是这片土地最温暖的语言。每一道绍兴菜都是城市与人们之间的味觉地狱。依山傍海的绍兴柯桥，孕育了独特的风味。自然的馈赠藏在每一口家常味里。在柯桥安昌，腊月风情节是这里的年味盛世。过年的心思被安昌人精心地藏在食物里，安昌的饭店也忙着为年夜饭添一份热闹。清晨，安昌菜市场每一处角落都在展示绍兴人的年味。老板，他是戴哥，在安昌开饭店的老板。每天早上6点，戴哥和他的老丈人为准备一顿地道的安昌年夜饭，如约出现在菜市场。这是绍兴早市版甄选101，老丈人负责甄选，戴哥负责直播带货，随手举起一块牛肉就能开播。都早上现杀的牛肉，这黄酒呀，是绍兴的一道名菜。我们这自己腊肉，每一个下午都保证鲜活，活蹦乱跳的，营养头都处理掉了。这个鱿鱼是我们绍兴的一些小炒。菜市场的速战速决结束。年夜饭的掌厨还是要老丈人亲自坐镇。韩大厨拿出老绍兴实力，决定先给镜头来点重口味。我们绍兴土话叫臭豆腐干。这道菜，因为我们绍兴是3臭嘛，梅菜根、梅青秧，还有那个臭豆腐。用苋菜根腌制的臭豆腐，撒上菜籽油和胡椒粉，讲究的是一臭到底的江湖气息。简单的上锅蒸15分钟，等待空气被臭承包。从小吃到大吃不腻，超级下饭，每天吃都吃不腻。表面金黄酥脆，内里依旧软嫩，那种又臭又香的味觉冲击直接飘到绍兴的古街巷。镜湖的水晶，基山的西干，老安昌人最懂得用这片土地赋予的馈赠，做出一道道和水乡紧密相连的鱼菜。用绍兴特有的苋菜梗和桂鱼搭配，把鱼肉和骨架分离。鱼肉切片后放入黄酒和盐去腥，当鱼肉表面有淡淡的粘液，用自制的猪油提香，葱姜蒜进锅，桂鱼躺在锅里安静吸汤，将苋菜梗放入，小火炖煮，鱼生在锅内和苋菜梗打交道。一道菜融合了水乡的灵气和老安昌人的心思。筷子夹起一片鱼肉，配上一口吸饱了汤汁的苋菜梗，鲜鲜里透着微微的甜。鱼的萝卜醋也好，刚才我们从市场里买了个大胖头，就是花鲢，我们就用鱼的这一部分哈。最关键的一步的是说，这个鱼要鲜得好，因为这个鱼如果鲜得不好，它会比较腥。鱼肉鲜嫩细腻，萝卜煮汁微透，带着清甜和软糯的口感，恰好中和了鱼的鲜味。你糖放多了，它甜了也不行；醋放多了，它酸了也不行，要刚刚好。因为它这个糖与醋的配比都要恰到好处。从大火转向小火，糖醋调制的汤汁微酸回甘，浓而不腻。整个菜的灵魂。撒入胡椒粉，这便是安昌经典萝卜醋鱼。应季的水萝卜鲜嫩多汁，挂着鱼汤的厚度。在冬天来一盘醋鱼，是老安昌人的下饭搭子。而这桌年夜饭中最代表安昌人的过年菜，往往不起眼。真正的好的香肠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要天地神合。为什么在我们安昌做出好香肠？为什么到北方不能做？因为它的天气不行。因为我们这边呢，它是刚刚好是北方的冷空气跟南方的那热气，就是热气流，刚好交融的地方，湿度比较好，所以在这个江湖啊比较适合。细腻的肉香开始扩散，油脂慢慢融化，
酱香与咸味慢慢交替，记忆深处，过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那时候就是大年30，一起守着中央春晚，然后跟家里人喝着小酒，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那时候。因为我们兄弟多，家庭小孩多，那你能够吃到一块红烧，那已经是很好了，很幸福了。小时候啊，因为我期待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小时候过粽子，什么年鲍鱼。什么叫年鲍鱼呢？就是像我们刚才买的那个花莲，花莲的篱笆、油煎、红烧，这就叫年鲍鱼。这种年鲍鱼，我们小的时候还都没得吃的，都是请客的。晚上的饭店开始热闹起来，韩大厨在后厨忙碌，戴哥则变身送菜小哥。一顿安昌饭店的年夜饭结束了，但年味才刚刚开始。对于安昌人来说，做酱、用酱、吃酱，过年是一场酱香的盛宴。在戴哥饭店的另一边，用来制作绍兴菜的秘密正安静地在发酵缸里泡着日光浴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酱油，有酱油的菜是中国的菜，它是味觉的标志。对我们绍兴人来说的话，它酱油是我们餐桌上基本的味道。古镇里常年弥漫着发酵的味道，至今还保留着近1000年造酱和压酱油的传统技艺与酱园。绍兴的传统母子酱油为年味增添了乐趣，成为厨房里的家族传承。腊月的安昌，酱香味就在这一幕幕中渐渐饱满，映衬着家家户户的忙碌身影。对于老葛来说，每年不是在等冬天来，而是在等待腊肠的季节来。一般的话，从立冬，只要天气比较冷了，一般是大家就说就是温度在10度以下了，天冷了，因为那个虫烟少了，一般晒东西不会坏了，虫烟不会来欺负你了。过年前夕，寻个好天气，老绍兴们就开始了酱火的晾晒。腊肠是安昌人年夜饭必备之菜。好吧，开始吧。用料我们一般都选用那个猪的后腿肉，那么比较精一点。灌香肠嘛，就是你要准备好肉跟那个肠衣，看到新鲜的肉宰割过来，那么把皮去掉，切成那个2-3厘米的那个小丁。要说祖传也叫祖传吧，因为我从小的时候，那个爸爸妈妈也在灌那么过年，那么那时候我小，可能也是比较懒吧，那么都是2个姐姐啊或者姐夫他们为主的，那我可能边上是打杂看看的，这些亲手做的时候可以说很少，是这样的。刮去猪小肠内壁的污渍，泡水洗净，再加点盐巴、白酒、酱油。本地的母子酱油一点点的揉进肉里，利用了老传统的酱油，那可能这个味道就保存下来了。对于灌肠的手法，老葛直言，主要靠悟性。最能干的嘛，半个人都可以干；不能干嘛，3个人都干不好。扎进肠衣的一端，备好的猪肉丁，预备通过灌肠器进入纤细的肠体内。勤快一点想做，其实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事情。现在它不能自由落体，因为我不灌，它不可能，我要给它碰到一起去啊。每一根腊肠都要仔细打结，以防风干过程中露出肉汁。老葛将棉绳系紧，一根腊肠便这样成型了。把灌好的腊肠用棉线一节节分好上架。看着现在我们在灌的颜色看着很鲜的，那么它在晒干以后啊，经过3到5天的太阳晒起来啊，它还会再红起来，有的是黑。在一道通风处脱水发酵，10多天后，红中带黑、满满酱香的安昌腊肠就做成了。腊肠最常规的吃法就是整段蒸好，
蒸熟了以后，让它凉一点，再切小片，切了以后要再稍微加热一点，这样吃的感觉是最好。腊肠切片，蒸汽渗透后，肉质变得绵润而丰盈。年过50的老葛，至今还会同儿时的玩伴回老家相聚。哪个人家在包粽子，那个粽叶飘香了，哪个人在做年糕了，米香又飘出来了，那么就会循着气味过去了。那么左邻右舍吧，都是客气的很，好客，那么给你解馋，人啊都要有交流，对不对？叙旧，那么增加感情，对不对？那人家会记得我，他们也会记得我，我会记得人家，那毕竟是感情情分在那里，是不是啊？绍兴气候多雨湿润，食物易腐，于是酱货的制作过程成了一种生存艺术。安昌的腊月酱货只有腊肠还不够，在安昌古镇几乎万物皆可酱。腊月的鸭子在安昌也要经历美黑。条件要2年以上、3年左右的老鸭，绍兴的本地红毛老鸭。被阿六抱在怀里的鸭子要经历3到5次热水脱毛技术。手起毛落，那些藏在翅膀根、鸭腿弯里的小毛，每根毛都得有交代。阿六给鸭子的改头换面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是酱鸭入味的关键。阿六的秘方简单朴素，盐、花椒和适量辣椒。就是同样一个酱鸭有厚的地方，有薄的地方。你像擦盐，厚的地方多擦一下，薄的地方嘛少擦一点。花椒盐抹到鸭肚子的每一寸肌肤，他才知道自己要变成一只有味道的鸭子。酱鸭的美味从腌制的这一刻就开始了，酱油成为了这道工艺的灵魂所在。用母子酱油经过慢火炖煮，加入桂皮、茴香等调料，在高温下融合成特色的调料液，把鸭子浸入缸内，在高温下充分融合，最后撑开鸭胸，挂在通风处，晾干表面水分，等皮肤呈现干皮缺水状态。晾晒大概要1至5天以后，在就没有太阳的地方、通风的地方再晾晒1个星期，这个酱鸭就好吃了。皮色是琥珀的褐红，冬天的冷风往鸭肉上吹，香味逐渐封存，肉质里的地方挂着细微的油珠，原本柔软的皮肤被风和阳光慢慢拉成了更紧实的模样。这种张力是对味道的沉淀。老绍兴的味道不是急不可待的，而是缓慢酝酿的。腌足了，晒透了，这酱鸭终于算出师了。这个酱鸭肯定是这个台，也不同的人呢，有几个喜欢吃屁股的，屁股的香，不同的人不同的喜欢。像我喜欢吃头的，头骨头多，吃起来也是很香的。鸭子虽然不说话，但吃它的人全都尝到那份用心又讲究。咬出的不是鸭子，是安昌冬日的味道。酱鸭一般都是清蒸的，高压锅鸭，越熟越好吃。因为我们的酱鸭老一定要高压锅鸭，鸭的熟了就咬得下来。你打个比方，你不熟的话，咬没味道的，香味没有的。鸭肉质地绵密，肌理间渗透着浓郁的卤汁，咀嚼时慢慢释放出酱香与肉香的层次，渗透出香而不腻的油润。我第一次吃到小的时候，要过年的时候，儿子做几个吃，一下子他们不吃完了。阿六的酱鸭被风吹得油光发亮，像一串串红色的日历，倒数着腊月的最后几天，召唤着四面八方的食客。而年味，有人在制作，有人在守护，最后总有人会把它端上桌。一大早就接到儿子回来吃年夜饭消息，对于潘姐来说，年夜饭的每一道菜都有自己的讲究，而最重要的食材哲学就是
距离家2公里内的菜市场，才是最鲜活的年味源头。按成雕，按炒香肠了。一块好五花肉是一桌年夜饭的排面，肉与脂肪的比例的刚刚好。篮子被渐渐填满，潘姐心里也有了底。每个菜焖肉，你现在那个食材要选得好，比如说五花肉，你要选那个虾五花，就一层一层的，有3层有4层啊，这个一层瘦一层肥的，那虾五花最好。你买回来把五花肉焯水，看上去油腻，吃下去清爽。锅热油温时，轻轻将肉块放入，五花肉渐渐泛起焦差不多糖色，放那个半斤黄酒和公母子酱油，加入为之定量的糖，泡好的梅干菜挤干水分，再加上自家腌的笋干菜，小心地铺在肉块上，放笋干和梅干菜配了更好吃。小火慢慢将2面煎黄，逼出多余的油脂，把炒好的肉块摆盘，上面铺上一层干菜，拿保鲜膜包好，送入蒸锅，香气便不再是单一的。安昌的酒酿馒头是焖肉的绝佳 CP， 五花肉一抿即化，隐约透着酱香与梅菜的甘醇。松软的馒头放上一块肥瘦相间的焖肉和干菜，由内而外涌出鲜香。邵三鲜是绍兴人年夜饭的压轴硬菜，将猪肉打碎，放入葱花和香油，揉成大小相似的肉圆。看似简单，实则每一步都在跟鲜较劲。首先3样主角：鱼圆、肉圆，再加上河虾、西兰花、猪皮打底。所有扎堆进锅，食材们在锅里自洽，西兰花在热汤的炖煮下更加鲜活，肉丸软糯而不失筋道，鱼肉的清甜瞬间绽放，鲜味钻入鼻腔。算着孩子回家的时间，拿出自制的腊肠，用安昌人最经典的吃法。酱香带着花椒、桂皮的味道，搅着一股温热的蒸汽一起飘出来，慢慢地笼罩整个厨房。花椒和桂皮的味道混在酱油的甜咸里，一层层向外放大。年夜饭的意义绝不只是吃什么，而是和谁一起在锅灶间捧起这1年的幸福。香肠酱每个忙活了一菜有了整天酒娘们，是时候犒劳一下自己了。饭桌上，菜是腊月里晒出来的，汤是时间里熬出来的，而家的味道是慢慢酝酿出来的。不仅是为了果腹，更为了把一整年的分离、牵挂和期盼，一口一口地吃回心里去。年夜饭最有意义的就是1年当中家人的团聚，坐在一起吃个年夜饭嘛。像儿子回来了，就可以在一起过个大年了。那些爱的心思藏在歌里，和那个坐在餐桌前的人，不是只能通过视频和声音传递爱的背影，而是坐在了他面前。守完年夜，大年初1的古镇生活开始复苏。
安昌街头巷尾的印糕摊儿也热闹起来。对老安昌人来说，没有印糕的年就少了点味道。糯米磨成细粉，粉末蒸成弹性的粉团，细粉能让印糕的表面干爽，避免粘连。切割成块，塞上红豆沙、黑芝麻，撒上细粉，每块大小一致，厚薄均匀，木质一模一样，咽下去，软的印糕是年味必备。其实最早的印糕啦，它都是喜庆的时候用的，要么就是小孩剃头，要么就是结婚。然后更普通呢，就是做早餐。其实印糕最早叫白云糕，它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上面黑色的，其实是用黑米做的。之前没有那么多种类的配这种颜色，所以基本上都是白色的，所以那时候也有地方叫白云糕。蒸好的印糕被装进盒子，被游客带走的不仅是一份点心，更是一份年味记忆和祝福。老费有2大爱好：吃糕、看桥。在古镇里穿街走巷，记录着他心中相看两不厌的绍兴古桥。彩虹跨河17桥，它呢主要是表达呢，就是说一条河穿镇而过，两边就是说居很多啊，表示经济非常繁华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明这个桥是千姿百态，就是说像彩虹一样。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倘若你来绍兴走一遭，好像就能完成这句话的字面意思。安昌的年味是腊月的风吹出来的，酱香是它最醇厚的注解。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了路。这条回家的路，是绍兴人年复一年心心念念的归处。酱油、腊肠和年节时候的记忆味道，依旧连接着故乡的每一个角落。年节回乡时，带回的不仅是见闻，还有那份对家的牵挂。那口腊肠，放在行李里的酱油，跨越了时代，成为每一代绍兴人共同的精神纽带。如果说要你选出代表过年那个画面，你定格的又是哪个瞬间？